机车雨衣破掉要怎么办？丢掉吗？也可以，但是，这个好的雨衣其实，就是只有局部坏掉了，所以会想说把它利用做成其他有用的东西。那下雨天，相信很多骑机车的人，常常安全帽都会把它收纳在我们的置物箱里面。但是不是每一台机车都有大的置物箱可以放2顶安全帽？那今天我们就是要教各位朋友如何把雨裤修改成雨衣的一个帽套。那当然这其实蛮简单的，就是雨裤的部分那把它切成一半缝起来。但是因为我想要做的是双人的安全帽套，所以呢，我会建议在剪裁的部分的话，这里要多预留一些。那有先测试过，刚刚有测试过，其实装进来的时候，一顶的时候，这样，就是靠在一边的一个裤管，这样看起来是不是有点恶？但是没有关系就是大致上，我再抓一下，有点像是一个口袋，就是一个我们这个裤管的部分这样子修起来的话，2个裤管一边一个安全帽，所以说做个记号来讲的话，等一下的话就是大概在这个手掌的部分，我们要把它缝起来，就是这么简单。然后准备要来做一个裁剪，我先把这个刚刚安全帽的部分先拿出来，虽然看起来不是很好看，但是我相信应该是会非常的实用。那就来先把另外一边的裤管也剪了。那原先裤管其实有做其他的东西使用啦，那我就把它要做的东西很多啊，先把它从这里面剪开来，对折好了，这样子比较好，容易抓到大小。先把安全帽放旁边。好，那就直接剪下来咯，到时候这里就可以有其他的用途，其他的脚的裤管的部分有其他的用途，直接就剪没关系，毕竟缝的时候又是一门学问嘛。剪完的时候这个材料可以留着。这之前旧的雨裤其实是下雨天紧急刹车，所以摔车。好，雨裤已经变成短裤，不知道有没有人会穿短的雨裤出门。然后我们先把雨裤这样把它翻过来。它里面其实还有一些这种网状的部分，那这种设计其实就是防止你的皮肤会贴在这个塑胶的一个材质，会黏黏的不舒服，其实用意是这样。但是等一下我们缝的话，只要缝里面这一层就好了。那其实缝这个是蛮简单，等一下示范的给大家看一下。只要缝里面就好了，那外层的布的部分其实应该是不需要缝的。有些人如果很坚持要缝，也是可以缝缝看。来换线好了，换线的部分看一下，换线的部分。那这一台缝纫机其实是被我改造过的啦，这个是放一个吸管，然后再放一个药瓶的盖子打个孔。那为什么要这样反的放？是因为它常常线都会掉下来。那这样子改装了以后，其实是比较不会卡住，毕竟这是一个
比较旧的一个缝衣机啊，不是相机，差点讲错，缝衣机。好，把线传进来这里面，哇，经过这被我改装过的，都拆开来的。这个缝衣机，每一个人家里面一定不一样啦，因为我相信，其他的朋友们，哦，应该你们家的缝衣机应该是比较新、比较先进的，不会像我这是这么旧借来的改装。好，这样子。好，往进去。这样子，是不是已经穿进去了？好，有点暗。好，这线把它穿进去以后，旋转一下，要让它线可以拉上来。有没有看？已经拉上来。找个剪刀或是其他东西，一起这样子。所以是不是已经把黑色的线已经换上去了呢？哦，还算快速。然后接下来呢，我们就要开始缝裤管。那缝裤管的部分的话，这个线还是要把它选择格，好，但是间隔大一点。然后刚开始缝的时候不要太快，就是慢慢的缝，不然很有可能就是比较难缝的顺利啦。我们先从上面把它顺下来，这样子。好，那刚刚剪的可能没有很漂亮，没有关系。当然，你有办法剪得更美观，当然更好。那把它这样折好以后，我们就要来进行缝了。好，压下来，然后脚踩的部分，因为这是脚踩的，所以要轻轻的踩。那另外一边要稍微把它拉好一点点。好，然后我们开始开电源啊，对。在使用之前，要记得一定要先插插头哦，不要像在录影片的时候，常常会忘记。好，开电源，然后改装过后的省电灯泡，好咯，准备要缝了。1、2、3，速度是太快，倒退一点点。哦，好。能缝的越直越漂亮当然好啊，没有办法缝的直也没有关系，因为重点我们只是要让它不要破掉。好，这样是不是完成？那当然，如果可以把它再缝进来一点点，2层。那我看到，其实它这个羽翼的部分其实是有粘上一些胶啦，或者热熔胶。那我们也没有关系，就是把它这样子稍微折一下，或是觉得说要把它旋转一下，都可以。那越厚，一般的缝衣机是越难缝，这个，所以我们自己就是要看一下这个缝衣机，家里面的缝衣机有没有办法。当然你这样缝一层。可以的，也没有问题，没有说一定要把它缝得很完美的，因为这毕竟是自己使用，它就是挡初步的一些雨嘛。好，那如果觉得要把它缝得比较好，我们就是再折一遍，然后再给它缝一次过去。好，一样压着，然后先把它先旋转，让它蒸下来，轻轻的走。拉倒退，往后缝一下，好，然后顺的再往前走，好，压着慢慢的。在缝这些东西也是需要有时间慢慢的研究啦，因为之前肥也是有缝其他的东西，也是自己研究的。那当然就是跟妈妈请教，还有就是我们网络上也会看到很多的影片，
哦，就是你们看我的影片学习，我也看别人的影片学习，互相的学习哦，大家就是互相这样子学习哦。那这里是不是没缝好？没缝好就是再缝一次哦，毕竟不是要拿来卖的嘛。那这样子只要不要掉就好。当然，如果觉得不完美，我们再把它缝一次，这样子好不好？来，从这里再把它缝一个。因为毕竟就是我们自己 DIY 的，一定会不完美的完美啦，哦。好。这个裤管是不是已经缝好了？那另外一个裤管的话也可以缝，但是2个裤管的长短其实还好，没有说一定要2个要一样，很一样接近就好了。那当然我们也可以把它这样子折起来再缝。哦，那在折起来再缝的时候，因为没有先把它缝好，你要折不好折，所以一样用最简单、也是最笨的方法，我们先把它缝一次，等一下再折回来。哦，毕竟肥肥也不是专业的缝纫的专家，我只是会简单的缝直线、前进跟后退而已，对不对？那如果你们有更好的方法，当然更好。有些人可能缝的部分，像这个刚刚就没有对好，那就要做一个修正，是不是？把它转过来看一下，反过来看一下，对不对？刚刚就没有缝到，那可能势必在缝的时候就要进来一点点。你就大家左右看一下，因为刚刚剪的时候是很帅气的剪。好吧，这个裤管稍微的收好一点点。好，这样压下来，好咯，这样应该可以。好，走 ，Go。上面的部分是要稍微给它拉着，让它比较直一点。那半夜在缝的时候要注意，不要吵到邻居的。那因为明天就会使用到这个雨衣的帽套啦。为什么？因为明天要坐高铁，要很早出门。那如果坐计程车可能不好叫，所以先准备好的话，如果骑机车，安全帽怕放在外面有灰尘，所以必须要去把它盖起来。所以就是把雨衣把它修改一下。那毕竟在外面也是要一天2天左右啦，所以把安全帽盖起来。有一顶安全帽，因为肥的机车是比较旧的，它的置物箱是比较小的，只能放1顶，只能挑比较美的安全帽，给它放进去。那另外一顶比较旧的话，就要挂在外面。所以希望就是挂在外面也可以把它挡雨挡起来，这样子啦。那刚刚示范那顶安全帽是比较新、比较美的，是胖胖的新的安全帽。好，缝起来应该也算是简单啦。那如果不要让它漏水的话，里面就要上个胶或热熔胶。那我这部分的话，我就不做这么的细，因为毕竟它也不是一个很防大雨的啦，就是防灰尘这样就可以了。这里就有点厚，你看这样子进来好像有点没办法，等一下怕会卡针。那如果不行，等一下只要点踩过不去，你看手动啊不行，过不去，这里就有点厚，所以呢，从厚的地方缝不进去，我们就从下面比较薄的地方开始缝，不要，然后再倒退回去都可以。好，往下，是不是就可以了？这样，好像倒退也不是很好哈。
那这样让它再前进一遍，好，它到薄的地方的时候就可以了，不用很直啊。我们并不是在做艺术品，我们就是要把可以用的东西继续的使用，把它改装利用。当然我们也可以丢掉，但是就是秉持了一个爱地球啊，我们东西能使用尽量的去改造来使用。不敢说环保，但是就是你既省钱嘛，那东西可以继续使用，不然这些塑胶的东西丢在外面，是不是也是非常的造成污染呢？好，缝好以后，缝衣机的部分先关电源，插头一样拔掉。好，要把这个裤子把它翻转过来。哦，翻转过来。哦，好像是短的雨裤，整个被封住的感觉。要把它拉好一点，美一点。这是一个神奇的雨裤，是不是有点像天灯？爱心型的天灯。哦，好。还是像一个大型的菱角。OK， 这样接下来要偷偷的把胖胖的安全帽塞到我的裤子的，它原先是雨裤，但是它现在是帽套，所以塞进来应该没有问题，它应该不会怪我，是不是很棒？到时候是不是我们可以把它悬吊在机车上面，这样悬吊着？哦，模拟示范悬吊着以后，这里是不是还可以挡一些灰尘？哦，那明天就可以来试试看另外一顶安全帽，看起来是不是也还可以呢？好，那就跟大家先介绍到这里咯。这就是雨裤型双人安全帽，这应该再放一个哈。哦，套起来了，至少单人的目前是 OK 的，双人下次再拍咯。